Hello， 我是小金。一部分的朋友每年的这一天可以放个假，但是当你去游玩或去唱 KTV 时，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节日的背后竟然是惨烈牺牲的故事啊。话说，在19世纪末期，那时候的美国正从农业社会跨进到工业社会，但你知道吗？人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却长达14到16小时，而且每周工作6天，但薪资却少得可怜。于是到了1886年，全美国在5月1号这天就有30多万人走上街头，而光是在工业大城伊利诺州的芝加哥，就有4万多人上街，希望能争取工作时数缩短为8小时。这其中也包含了奥古斯特·史毕斯，他是一位出身德国、移居到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。他除了是芝加哥工人报的编辑，也是工运领袖。这一场游行呢，没有外界预料的暴动，而是和平落幕收场。但是隔2天5月3号，就在麦考密克机具工厂前来集会的工人们，突然和代替他们出勤上工的人员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。这时奥古斯特·史毕斯他赶紧要求大家冷静下来，但是没有想到警察就在这个时候开了枪，至少造成6名工人丧命。隔一天5月4号，大家继续到甘草市场集会抗议，史毕斯当然也上台演讲。他说，大家都觉得我们今天是要来引发暴动的，但并非如此啊，我们只是要来控诉警察昨天的暴行。当最后一位演讲者还在演说时，警察就要求他们该散会了。没想到这时候突然有人丢出了一颗炸弹，扔到了警察的前面，引发了爆炸。混乱之中，警察开始乱枪回击，结果整起冲突下来，死伤多人，夺走了至少4名工人与7名警察的性命。警民双方共有130多人受伤。讽刺的是，有的警察很可能是因为被同僚的子弹误击而中枪的，而工人的死伤数字可能更多，因为有人害怕被逮捕而不敢就医。甘草市场事件发生之后，社会开始大加挞伐，认为上街的这群人就是暴徒，是他们引发了暴动。就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，警方逮捕了上百人，其中包含了史毕斯在内的8名领袖，因为他们被认定犯了共谋谋杀罪。其中7个人被法官判处绞刑，另外1个人则是被判15年有期徒刑。不过就在隔年1887年11月，行刑的前一天，有2人获得了减刑，改为无期徒刑。剩下的5个人里，没想到有1人在狱中以激烈的方式寻短，自我结束了性命。最后是4个人被送上了刑场。这4人里有1位就是史毕斯。就在他被处死之前，他大喊出：终会有一天，我们死亡的沉默会远比你们所压制的言论更为洪亮有力。等到了多年后，1893年的6月，新任的伊利诺州州长约翰·阿尔特吉尔德，学法律出身的他认为，当年的审判是在充满偏见的状况下进行的。他把过去的卷子再仔细研究过，发现法官盖瑞当年是不顾被抓的8人和丢炸弹没有明显关联，还硬是判他们有罪。有人甚至当晚没有到过甘草市场。法官态度明显不公，有问题，而且这案子流程也有诸多违法瑕疵。因此后来阿尔特吉尔德就决定要赦免那3名还活着的被告，无罪释放他们出狱回家。只不过这一次的赦免案也让保守派捡到了枪，大肆对州长阿尔特吉尔德攻击批判，而这也成为他最后无缘胜选连任州长的因素之一。为了要纪念芝加哥上街争取8小时工时而遇难的工人们，以及美国甘草市场事件而牺牲的这些烈士们，1889年第2国际在巴黎的成立大会上就通过了决议，把每年的5月1号定为国际劳动节，来纪念这一段历史。所以后来你会看到世界许多国家都会选在这天走上街头，要为劳工阶层的权益以及公平正义的落实持续努力。看完今天的故事，也许下次的5·1劳动节对你来说不会只是个单纯放假的日子了，你会想起原来背后有这样的一群人曾经为了劳工权益而壮烈牺牲。好喽，今天就说到这了，请帮小金按赞、按分享，还有按订阅喽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就在麦考密克机具工厂前来集会的工人们，有的警察很可能是因为被同僚的子弹误击而中枪的，而工人的死伤